这是1974年刚开始挖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老照片。此时仅仅发现土坑中很小部分的兵马俑，就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记者报道。当这一发现被确认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时，可谓是震惊了全世界。从这张图可以看出，兵马俑埋葬地的高度不是很深。那么为什么秦朝之后的2000多年里始终没有被盗墓贼发现呢？第一个发现兵马俑的人又是谁？最后获得了多少奖金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。事实上，兵马俑并非是1974年才是第一次被发现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发现，只是这些发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挖掘和研究。1932年，西安临潼月沟村的村民在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一个祭作俑，这个祭作俑的造型是特别的栩栩如生。然而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淡薄，再加上古董商人的哄骗，这个珍贵的祭作俑很快被卖到了上海，从此再没有了音讯。1948年，临潼上郊村的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2个跪射俑，这2个跪射俑色彩保存得相当的完好，但因为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，以为挖到了怪物雕像，吓得是拔腿就跑。等到第二天，当村民再一次发现跪射俑的地方时，惊奇地发现跪射俑身上的色彩竟然全部消失了，这更让村民觉得这是神迹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。后来呢，村民把这2个跪射俑当成了神像，供奉在了附近的寺庙里，还取名瓦盆爷的名字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座寺庙的香火从此变得鼎盛了起来。直到1957年，原文化部长郑振义来到了西安，一眼就看出了2个跪射俑是秦代的珍贵文物。从此这2座跪射俑就被临潼县的文化馆收藏了。之后的几十年里，其实陆陆续续也有兵马俑被发现，但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那是兵马俑。直到1974年那个春天，陕西临潼县西阳村的村民为了缓解农田的干旱，决定在村南的一片沙石滩上打一口井。然而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一锄头下去，竟然挖出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发现。当井挖到5米多深时，村民的锄头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挖出来一看，竟是一个陶制的碎片。随着深入的挖掘，一个完整的陶俑头部赫然出现，这可把村民吓了一跳。那些陶俑跟真人一样高矮，身穿着铠甲，表情严肃。起初村民并不清楚这些陶俑的来历，竟将其当作不祥之物随意丢弃。但有细心的村民就觉得事有蹊跷，便决定将此事报给了村干部。村干部看后也觉得事情不简单，又迅速报给了相关部门。很快，陕西省考古队来到了现场。考古队员们经过仔细的观察，发现这里竟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。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，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逐渐在世人面前展露。一排排陶俑并列排齐，战车战马一应俱全，仿佛正在等待出征的号令。刚出土的兵马俑色彩鲜艳，栩栩如生，每一尊都有着独特的面容和表情。然而在接触空气后5秒后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我拍着拍着，我一抬头，我看见了兵马俑的脸上有指纹，那是2200年前制作兵马俑工匠的指纹。那一刻，当时我就傻在那儿了。明明是兵马俑，却有文字在吸血，如此离奇的画面，难道兵马俑真的是活人烧制而成的吗？然而随着这个指纹的出现，却彻底推翻了这一猜想。原来兵马俑根本不是活人烧制，而是采用当地的黄土再加上石英砂进行调和，这样的材料组合使陶俑具有较好的可塑性以及稳定性，然后再将组装好的陶俑阴干后放置窑内被烧。被烧的温度要在1000度，在烧制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火候和窑内的温度，以保证陶俑烧制均匀，避免出现干裂变形等问题。陶俑烧出窑后再一件一件彩绘。其实当初的兵马俑都有鲜艳的彩绘，甚至发掘的过程中都有陶俑刚出土时还保留着鲜艳的色彩，但是出土后不到10秒瞬间消失，化作白灰了。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文物在地下埋葬了几千年，突然接触空气就会产生氧化的反应，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。虽然现代技术有所进步，但仍然无法保证文物的完整性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不主动发掘古墓的原因之一。细心的网友发现一个问题：兵马俑埋藏在地下的高度并不深。根据考古资料显示，兵马俑坑深一般是在5米左右。在这个古代盗墓技术并不落后的情况下，为何秦朝之后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被盗墓贼发现呢？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兵马俑在修建过程中实行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。据说当时参与兵马俑坑建造的工匠，无论身份地位如何，都在完成任务之后杀死了。目的就是为了保守这个地下军团的秘密。这种残酷的做法虽然现在看起来令人发指，但在当时却有效地防止兵马俑的信息泄露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史书的缺失。以被公认的史学经典《史记》为例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对秦始皇陵的描述可谓是细致入微，从陵墓的修建过程、内部构造到陪葬的奇珍异宝都有提及，甚至还记载了陵墓中的机关设置，如令将作鸡奴师，有所穿进者折射之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相灌输。然而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兵马俑来说，却是只字未提。这样的史书缺失，使得后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兵马俑的存在是一无所知。除了史书的缺失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从汉朝开始，历朝历代对秦始皇陵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，这种保护也惠及了兵马俑。据说刘邦在建立汉朝后，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，同时也对秦始皇统一华夏的功绩的尊重，特地下令将秦始皇陵作为历朝亡灵之首加以保护，并挑选了20户人家在附近守卫皇陵。这一举措为后世树立了保护秦始皇的榜样。此后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对秦始皇陵都采取过保护措施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秦始皇陵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。1961年，秦始皇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些保护措施的实施，使得秦始皇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得以保存相对完整，也使兵马俑在地下室安然的沉睡，避免了被盗墓贼破坏的命运。直到1974年，陕西临潼县西阳村的村民杨志发第一个发现了兵马俑，这才让沉睡了200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。因为杨志发是第一个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人，据说当时文物局给予了杨志发30块钱。在当年，30块钱可是一笔巨款了，很多人1个月都没有那么多钱。但是杨志发却认为这笔钱不属于他一个人的，于是回去之后主动把钱交给了村集体。经过村委的决定，最后拿出1角3分奖励了他。尽管奖金比较少，但他做出的贡献却非常的大。因为如果没有他，可能就没有如今享誉世界的第8大奇迹兵马俑。2022年，考古队在坑俑中又一次发现了一颗陶俑的头，但这一次在特殊药水的保护下，终于完整的将它本来的颜色保存了下来。它五官清晰，面颊红润，眼神炯炯有神。如此逼真且形象的制作工艺，可见2000多年前所有兵马俑下葬的那一刻有多壮观。兵马俑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秦朝历史的窗口。通过这些兵马俑，我们也看到了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超高的工艺水平，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